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个狗头的一个上路出装符文搭配。好久没有讲这个英雄，虽然这个英雄简单哈，但是你要真正的好，就是把 Q 叠好的话，还是得下一点功夫在这上面，因为很多强势的英雄是吧？像那些上单，个个都是，特别是分段上来以后，个个都是心机 boy。特别是像这种盖伦的，玩盖伦绝活的心机可多了。这个盖伦一级学 Q 的，那就限制不了这狗头了。想学控线，他不转圈圈，你可以看到他就是纯控线的这种盖伦。像他这种局面哈，只要对面的打野不来越这个狗熊的话，其实这个团战就是对线上的狗头来说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可以打的。这里有时候不要太执着于用 Q 去补那个兵，别漏兵就好了。经济也是把控好自己的经济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点。这里漏了个炮车看没有？太执着于这样子的话，你反倒是会漏了个炮车，30多金币这不必须得回家吗？没有，对面快速把兵线推进来了，对面5级了，这个肯定会被斩杀的，所以你要注意一下。这里直接捏好这个传送然后先传送再点装备就可以了。这里好像能杀对方，好像杀不掉，太肉了。这盖伦开个 W， 这里的话队友去包了，但好像没打算追。打野的话在吃那个野怪，上单盖伦应该在那吃野怪。没有，直接回城了。对面盖伦也是会玩的，直接在草里面回城了，没有选择去碰野怪很自信。像木木的话来上路也说实话，这2个人的伤害也打不太动对面的盖伦。这里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到他是学了一个2级 E， 他又要控线了。现在这个情况下，打野伤害并不是太够所以要抓的话，还是得有3个人来抓会好一些。长沙这一波，他就是想要回家出装备，所以直接把线断了，然后传送上线。有星之钢的，没必要去给他叠星之钢。他要进塔来了。这盖伦可以能感觉到吧？就是那种这个分段，传说局的分段，个个都是会玩的。他们对那个叫什么他们对那个
上单的每一个强势就现版本能拿出来玩的英雄，他们都会去了解，然后也在实战中肯定是遇到过，吃过亏什么的啊，是吧？慢慢的，喂，这里操作失误了，直接传送，这就是传送撞墙吗？这操作对面都看愣了。对面说：“你在玩我吗？”这波说实话有点炸了都，对面有可能要越塔的这波。这边要控蓝了，不要给 W 给对面，看看能不能让打野过来帮忙解一下线。这里快速把塔里面的兵线给清了，打野还不来，直接回家补装备。其实这个血量，那个木木过来是有机会杀的。对面盖伦应该回家了。狗头恩玩狗头恩是吧？前期就是这样子的，必须得猥琐一点。这里面他第一剑没打，还是选择做3项嘛？还应该是会选择做神分。如果有优势的话，肯定是做3项会更好。那没什么太多优势的话，还是选择做这个神分。像刚刚那波，如果回城的话，应该就会选择做3项。反正神分和三项的话，你就得看情况来选择。反正到了后期，其实对面盖伦优势并不算特别大，虽然说吃了塔皮，但狗头这边呢，一直没给对面送人头，然后没有，因为没有掉点了，他基本上所有兵线都吃到了的，所以他不算脱节。只要装备起来以后，到了中期，他就完全可以去单吃对面的盖伦。像这一局整体下来，对面打野根本就没来管过这个狗头，所以这就很爽的一件事情。已经400层出头了，被对面刚了281层的薪资刚了。对面盖伦，说实话，这局也是挺爽的，玩的挺爽的。要不是他的队友啊，这局整体下来没什么优势，不然盖伦可能这局会打得更舒服一些。这里的话，先做这个分天。这里400多层了，500多层就开始出3了。这个时候的队友啊，看到了希望。这里拆塔的话，你会发现很快啊。对面是泰坦打野吗？还真是。哇一个阿木木说：“狗熊快过来，我可以打的。”狗头说：“你5个人，你可以的，阿木木，你可以1打5的。”
这波是可以打的，因为对面已经来到这个位置，队友已经复活了。大招有了，一个 Q， 哎 ，Q 不出来。一丝血，别让他跑了，闪现过来，先捡个人头。这里直接追对面的后泰坦，可以。2个大后期啊，有一个前期不掉点的狗头，这对面来说后期其实没什么后期了，对面乌鸦扛不动狗头这么去砍他的。直接传送神分做出来，这2件的一个续航啊，只要有蓝，他在团战里面就是很变态的一个，他能一直输出，是吧？对面也没怎么做重伤，好像队友直接走了。这里给了个枯萎。这里的话，狗头直接可以去大龙那边做传送阵就可以了，但打野没有惩戒，对面打野还没复活好像。这里的话，先打人，不要着急。总体来说，它这个叠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。你要想叠的这么快，就是你要把握好兵线的一个节奏，还有兵线来回的一个时间点。还有就是你要对每一个英雄的了解。这里面打盖伦的话，相对来说还好一些，因为盖伦后期怎么他都打不过你的。但你要如果说碰到瑞文啊这些，他前期就来强杀你，或者说遇到盲王那些，应该怎么打啊？这就需要慢慢去啊。但这里面发现盖伦太肉了，这里还大招都打完了，还没杀掉，不如直接去参团，还是得狗头在正面打团战。这里面啊，质疑队友说啊，前期一次不来，现在知道喊我来团战了。对面好弱，好弱。开着大招，哇！对面血皮都打不下来，哎，真的是皮都打不掉啊！这个双吸血的那种打法，就是利用那个神分还有那个焚天啊，它2个都有那个回血效果，这2件装备。对面还想来，这里还是得做一个重伤啊，不然对面的回血能力还是有点强。完了，这边必须得开炸斗进场了，被集火，哎呀，秒不掉，哎，先韦恩在后面狂输出哦，这里扛在前面像个战神一样。给个虚弱啊，有个枯萎，说错了。好了，游戏结束。OK，
看到没有？他这里直接锁血了的。像这种就是完全是狗头一个人顶在前面，靠着神分和那个叫什么焚天这2件装备硬吸血吸上来的。这里的话选择做这个冰刃大穿甲。像这边的话，只需要先手能开到对方，其实团战就能打。反倒是这边如果被开，然后掉点的话，这局就不好打了。这边阿木木和那个冰女，这冰女硬吃大招吃到死，我天！必须得拉开了。这盖伦应该是有大招的。这冰女吃那个谁啊？吃那个女枪的大招，硬是吃到死，硬生生的就在旁边倒下了。这里有百分比穿甲，你肥你肉，只要有这百分比穿甲的话，对于这些大肉来说，就是能秒的。粘住了，但阿木木 Q 空了，追不了了。其实像冰女的话，这局反倒不如直接留着跟薇恩一起2个人一起作战，因为冰女的控制是可以拿来保那个薇恩的。反倒是如果你切冰女，那他直接大刀给自己身上，薇恩反倒是有个很好的输出机会。完了呀，这薇恩没有输出啊，但狗头有。狗说我很猛，现在一个 Q 拆塔，唯独就是手短了一些。就这边团战就是一个点，就是冰女的团战处理很差，老是被秒掉。他如果说能大招双金身，说实话，这个射手没那么容易被秒掉的。狗头扛着这3个人伤害，反秒一个，薇恩过来直接补上伤害，对面只能跑。对面打野直接掉了，那这波那个叫什么？这叫什么装备？那个远古龙是直接有了。这国一狗头真有实力。对面这打野发现，对面的那个泰坦，你不是应该玩那种纯输出流吗？怎么这么肉的那个泰坦？把这盖伦给抓了。哦，原来这里有个乌鸦。给了修枯追的话是追不了了，吃了个大招。对面泰坦是真慌了，完全感觉有点打不了了。
个枯萎啊，把对面的进化给交出来了。那游戏结束。这个时候啊，1000多层的狗头啊，没人扛得住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啦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